欢迎来到 Miki 频道，台湾男子台湾面线频道。今天想介绍是在台北的陈记专业蚵仔面线。那我在这边呢点了它的综合面线，它呢真的就是经典台北分量啊，就看起来就是像这样，它是中等偏浓的勾芡，那是吃起来呢有一点高汤的汤头的感觉，鲜度中高。它鹅啊的个头还不小就轻微的裹粉，那鲜度还不错。我觉得它普遍胜过很多店啊。是属于中上的水准，不过我觉得它品质是不是能够总是如此维持啊，我就不清楚喽。那它面线里面的蒜味啊，蛮 OK 的我很喜欢，就感觉老板好像加了不少。不过因为它里面是没有自取的啦，所以它这样加这么多，我觉得也还蛮不错，对我来说啦。那其他人不喜欢吃这么多蒜头的呢，可能就不一定会喜欢咯。不过我是有听到老板在接单的时候，有一个客人跟他说我要蒜多一点，然后呢他也有帮他加，所以我觉得那到底是要多多啊？他原本就加蛮多的了耶。然后呢这碗面线里面老板没有帮我加醋啊，真是谢天谢地。那他桌上能够调味的部分呢，就只有这个辣油粉可以加，但大肠蛮好吃的，它也就有嚼劲，带着苦味。我觉得它可能跟小肠一起卤啦。那它的猪味啊中等。这就像那种臭豆腐的臭啊，觉得非常提味。整体而言呢，虽然这里感觉忙碌又拥挤，不过不愧是排队名店啊。的确呢，我吃到了它让人赞不绝口之处，我感觉非常满足。接下来又进入了杂谈的时间。今天想介绍的是一本书哦，从零到一这下面非常长哦。这个对读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听下去。这本书的作者彼得提尔是那个 PayPal 的创办人之一哦。那因为他这本书啊很厚一本，它里面有些观点我觉得蛮受用的，所以这次就做了一些笔记，那也想要分享我从里面学到的一些东西。那当然里面也加入了一些我的看法啦。好，下面就开始咯。从零到一它是一种创新啦，也是可以一个破坏性的颠覆。作者呢，他认为不要看重破坏这个想法，反而呢要去着重在提供新的东西去满足没有被满足的人。从小开始就不要想要试着服务全人类，就是你先做好你的小市场，这样呢就可以从你的小规模的市场里面去试错。然后他又举了一些想要大肆破坏然后颠覆传统为出发点的一些创业者的破产例子，那让我们看到一些不要野心太大，反而去做不好基本的东西。比较好的创业例子就是一起把这个饼做大，而不是去零和的游戏，甚至是那种复合的赛局，越竞争大家就会一起越惨。那反而是呢，你如果可以去建立起这个生态系的话，大家才会变得更好，一起共同成长。再来，作者有提到4个不同的未来情境哦，就是不同的国家的情境。首先第一个是不确定的悲观主义，像欧洲，就大家都是遇到事情才想要解决，然后会认为未来是无法预测的，所以就不会想提出大规模的规划跟建设。第二个是确定的悲观主义，像中国因为过去呢有曾经大饥荒有苦过，所以呢会努力想要发展，所以他们就大量的抄袭去复制西方的模式。那他们有明确的规划。第三种是不确定的乐观主义，就像是在婴儿潮时期的美国他们的奇迹的时代就算他们什么事情都没做也却是那种一年过得比一年更好，然后呢手上的钱越来越多。我觉得这很像台湾当年在跟世界接轨的时候高速发展的时期就大家都赚得盆钵满盈嘛，然后买房子买车当时都蛮容易的不是吗？所以那些长辈他们现在在看自己的后代就会觉得说你们没有理由不成功一定是现在年轻人不长进这就是老一辈的谬误书里面还有提到就那个世代的人他们学会了高估几率的力量，低估计划的重要性。我觉得现在的我反而是在会去告诫自己就不要高估几率的力量，然后不要把很多事情都归咎在运气里面，然后不要去低估计划的重要性，也就是呢要有所规划。第4个情境，确定的乐观主义。17世纪到1960年代的美国它有大量明确的规划，就不论是在生产制造或是创新发明上面都取得了蛮多的成功跟成就。我觉得这些主义也可以放到个人来看
上面4个主义，我觉得我自己是属于那种有点确定又不能确定的半悲观主义吧。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会为未来做努力跟规划，但是就觉得说未来好像无法预测，然后我觉得我的规划就随时可能会被全盘颠覆嘛，所以我就只能尽可能去做我觉得是正确的事情。不晓得大家的想法是怎样。作者还有提到现在的时代是乐观的不确定时代，在不确定未来的情况下，金钱会比能买到的东西还要更重要。在确定的未来下呢，金钱就会变成达成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我觉得人生就不像它里面提到，人生不像股市就是不需要多元的组合来分散风险，然后呢，期待少数的项目在里面成功。其实很多困难的事物如果你不相信它会成功的话，也是根本不去做。里面还提到，对 ECO 阶级的管理者而言各种削减成本是更有利可图的做法，就做给上面看嘛，然后而不是呢去为了股东创造更多价值的长期的计划。我看到这边就觉得哇，超有感的，因为我们公司一样。书里面还提到，多数人都低估行销跟宣传的力量咯，因为毕竟客人不会主动找上门来嘛。而且那些工程师就是为什么会低估，是因为工程师他们都是在非黑即白的世界，那他们都是写一些代码写一些那些东西写程式他们的挑战都非常明显。但是呢，销售的领域能够在谈笑风生中达到实质目的，其实是要下很多功夫的。他说没办法硬扛销售功力差别很大，就是有些手法不好的让人家反感，在这里面就是关系到了一些说服的技巧啦。不着痕迹的推销效果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找到销售方式产品多棒，生意也都不会太好的。那后来还有提到，那些伤重退场的企业都曾经根据众人的共识描绘的美好未来去做事，比如说像清洁能源或者是没有什么技术门槛的一些的东西。为什么没有技术门槛的会完蛋？低门槛的行业呢，它会有中国竞争，大量生产，廉价杀价竞争，有各种问题会造成企业受伤，比如说是人员问题或者销售问题、时机问题，比如说还没有成熟，这个时机还没到，还有独占问题，就是小市场的独占但是它在大市场里面呢就完全没有竞争力。最后一个就是持久问题。他就问到说，你的产业是不是能够持续10年20年？因为真正伟大的企业都架构在秘密上面。就有些大企业，他们其实是有他们的美感的如果你没有掌握这个美感的话，其实你也没办法持续做下去那以上的读书心得分享就到这边咯。